你是否曾觉得世界经济有些魔幻？一边是财经新闻里大国股市屡创新高，富人举杯庆祝，另一边却是我们手里的钱越来越不值钱，日常开销都得精打细算。这种反差背后，可能隐藏着一场大规模、精心策划的全球财富再分配，而且它正在众目睽睽之下进行。这场财富再分配的发令枪，是一项看似美好却影响深远的法案。它主要做了几件关键的事：大幅削减企业和富人税负，显著削减民众社会保障与福利，增加庞大国防预算，以及一次性大幅提升美国政府的数万亿美元举债空间。最让人费解的是，在全球经济学家普遍预警衰退时，美国股市却逆势上涨，强劲反弹。这与一边呼吁财政紧缩却大幅增加借贷，一边从普通民众手中减少开支却向富裕阶层输送利益的矛盾现象串联起来看，更像一场合法的财富转移。这不是猜测，而是一场摆在明面上的策略，一场针对全球非美国货币持有者发起的手法巧妙的金融行动。今天我们将从局内人视角一步步剖析这场资本大戏的来龙去脉，其运用策略，以及我们作为普通人该如何应对。这项法案作为国家法律，本应维护社会公平，却字里行间透露着明显偏向性。一、减税，利润的瞬间膨胀。其首个核心举措是减税，但并非普惠大众，而是主要针对大型企业和富有阶层。企业所得税率被显著下调，这直接减少了企业的开支，无需额外生产或销售，净利润瞬间暴增，带来巨大现金流。这笔钱并未流向实体经济或普通员工，而是为后续的金融操作埋下伏笔。二、削减福利，财政缺口的填补术。减税导致国家财政出现缺口，立法者将目光投向了社会中抵抗力较弱的普通百姓。医疗保障、教育补贴、社会救助等维系普通人基本生活尊严的福利项目遭遇大幅削减，预计为国库节省数万亿美元。这无异于一种经典的腾挪术，将原本用于民众福祉的资金巧妙地转移出来，去补贴那些在金融市场呼风唤雨的资本巨头，形成财富的倒流。三、增加军费，霸权支柱的巩固。第三个动作是增加国防预算。在相对和平的年代，多数国家会削减军费投入民生，但美国却反其道而行。为何？因为需要持续滋养庞大的军事工业复合体。这些生产先进武器的企业是美国维持全球主导地位的核心工具，确保其货币在全球经济中的支配地位。军事实力是其金融策略得以实施的重要保障。四、提升举债空间，未来借贷的许可。最后也是关键一环，大幅提升政府的数万亿美元举债上限。这意味着美国政府可以在未来额外介入这笔钱。将减税、削减福利、增加军费以及提升举债空间这四项举措串联起来，一幅完整而冷峻的策略图便跃然纸上。这无疑是一场经过深思熟虑的财富重塑计划，一场披着国家法律外衣，针对全球范围内的财富合理化转移。而这仅仅是整场宏大剧目的序幕。减税的深层逻辑，资本市场的自循环。很多人认为减税能够刺激整体经济，但在此语境下，它并非雨露均沾，而是一场精准的向金字塔顶端进行的水利工程。企业税负降低，对上市公司而言是意想不到的红利，利润一夜暴增。利润增加，财报亮眼，股价随之上涨。这并非美国经济突然取得实质性突破，背后真正的驱动力很大一部分源于股票回购。上市公司会利用手中富余现金回购自家股票。当市场上流通股票数量减少时，每股股票价值提升，股价被技术性推高。
这些资金相当大一部分来自减税节省的巨额资金。逻辑链条是：政府减税，公司利润增加，公司利用新增利润股票回购股价上涨，持有大量股票的富人、企业高管及金融机构财富水涨船高。整个过程与实体经济改善和普通员工薪资增长几乎无关，它仅仅是一个纯粹在金融系统内部进行的财富腾挪游戏。钱从国库流向上市公司账户，再通过股票回购流向富人。这种操作影响力甚至可能超越央行直接货币宽松政策。央行放水是借贷行为，未来需收回流动性，而减税是直接给予资金，无偿且无需偿还。它在不直接增加市场整体流动性的前提下，完成了对特定人群的财富输送，手段隐蔽但效果惊人。当你我还在为日常开销斤斤计较时，一场以法律名义进行的财富盛宴，正在我们不易察觉的地方悄然上演。福利削减与军事支出的共生双向挤压。既然巨额财富通过减税流入特定群体囊中，国家财政的巨大缺口如何弥补？这项策略的第三个步骤浮出水面，其手法直接有效，削减对弱势群体的福利支持，同时强化能够支持其全球战略的军事力量。他将削减刀锋指向美国的医疗辅助计划、食品援助项目及各类教育补贴。这些是社会最底层的安全网，是失业者、残疾人、单亲家庭和贫困儿童的最后依靠。削减这些福利等同于拆除这张安全网。这种操作在政治上存在相当风险，但为何敢于如此行事？因为他似乎准确预判了两点：普通民众政治影响力及发声渠道远不及金融巨头。他将行为巧妙包装成削减政府开支、提升效率，听起来既冠冕堂皇又具合理性。削减下来的数万亿美元去了哪里？一部分用于填补减税造成的财政空洞，另一部分则悄无声息地挪用，进一步充实了国防预算。为何持续增加军费？其庞大全球军事部署并非仅为国土防御，更多是为了维护其在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利益和秩序，确保其货币的全球结算地位，并在必要时对不配合的国家进行经济施压。为何全球石油交易普遍采用美元结算？其背后往往能看到其海军舰队的身影。为何美国可以随意对他国实施制裁，冻结他国海外资产？其根基在于强大的全球军事霸权。这个军事工业复合体就像一支维持秩序的强大力量，保障其在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影响力。因此，你是否看清了这个巧妙布局？该法案一方面通过削减福利在国内完成了对底层民众的财富瘦身，另一方面又利用这笔资源来壮大军事力量，磨砺那把准备伸向全世界进行金融行动的利刃。这种对内对外双管齐下的策略，算计之精妙，令人深思。债务上限的奥秘，全球资金的虹吸效应。如果说之前的减税、削减福利和增加军费只是铺垫，那么第四步，一次性提升数万亿美元债务上限，才是这场全球财富大戏真正引人注目的核心环节。多数人对此存在误区，认为提高债务上限意味着央行印钞、货币贬值。如果你也这样想，可能已落入精心设置的第一个认知陷阱。这一次情况截然不同，它提升债务上限并非为大规模释放货币流动性，恰恰相反，它是在为在全球范围内回收资金做准备。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我们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要告诉大家，我们已经开通会员功能了。现在您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大家庭，享受会员专属影片和更多独家内容。别忘了关注才知道，并点击小铃铛，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助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过去政府资金短缺时，常用办法是央行印钞购买国债，
及量化宽松 QE， 市场流动性增加。然而，这一次，美国采取全新策略。它通过法案明确，其央行不仅不会扩大资产负债表，甚至还要逐步收缩。这意味着央行不但不印钞，反而会从市场回收之前投放的资金。如果央行不印钞，政府额外需要介入的数万亿美元从何而来？答案只有一个：从市场中借，从全世界借。美国财政部直接向全球市场发行高达数万亿美元的国债。谁来购买？全球商业银行、养老基金、保险公司、普通投资者，以及最重要的，全球各国中央银行。你可以想象，美国财政部像一台功率全开的巨型抽水机，将管道伸向全球资金池，无论是来自欧洲、亚洲还是中东的美元资金，都会被强大吸引力汇聚过去。为何会这样？因为在当时全球经济普遍面临挑战环境下，美国国债仍被普遍认为是相对安全的资产。各大金融机构出于避险需求，需为手中资金寻找稳妥去处，而美国精准利用了这种寻求安全的心理。结果是全球美元流动性在短时间内被大量吸收。原本大家手里还有闲置资金可用于投资，刺激本国经济，但现在大部分被美国借走。于是你可能看到奇特现象，美元本身没有大规模增加，但全世界都出现了美元荒。而美国呢？它成功在不引发本国严重通货膨胀前提下，从全球范围内借到数额巨大、成本相对低廉的资金。他用这些钱支付国防开支，弥补减税财政赤字，维持国家机器运转。这种乾坤大挪移策略玩得漂亮，他将货币扩张可能带来的通胀成本巧妙转移到全球其他国家身上。他自己无需大量印钞，却让全世界都感受到了资金匮乏的痛苦。这才是这场策略中最为核心也最为深远的一步，它为接下来的环环相扣的行动埋下了至关重要的伏笔。全球财富的再平衡，隐秘的收割与通胀传导。当全球大量资金被吸引到美国，用于购买新发行的巨额国债后，你以为这场金融游戏就此结束了吗？不，真正的戏码才刚刚开始。美国的后续策略现在正式启动，这可称之为第一阶段的价值重构，目的在于促使全球资产持有者进行价值重估。谁是美国国债主要买家？除了美国国内机构，还有日本、欧洲、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他们过去几十年积累大量外汇储备，其中很大一部分投资了美国国债。这些国债通常是在价格较高、收益率较低时买入的，有点像你在高位买入了股票。现在，美国突然宣布新发行数万亿美元国债，意味着市场上供给量瞬间暴增。根据最基本供需原理，当供给量突然大幅增加而需求相对不变时，资产价格会下跌。这意味着所有先前在高位买入美国国债的持有者，手中资产价值瞬间缩水。例如，若某个国家持有数万亿美元美国国债，价格每下跌1个百分点，其外汇储备就会蒸发数百亿美元。这都是实实在在的财富损失。此时，这些海外国债持有者面临艰难抉择：继续持有，眼睁睁看着资产价值缩水，还是赶紧抛售以减少损失。在恐慌情绪蔓延下，许多人可能选择后者。一旦出现大规模抛售，就会引发连锁反应，形成踩踏效应，价格跌得更惨。这正是美国希望看到的局面。他意图制造市场恐慌，迫使这些海外持有者在低位抛售手中美国国债。当大家都在抛售时，谁来接盘？此刻，美国央行便会登场。前面提到，美国央行一直在收缩流动性，
因此手中积累了大量现金。他守候在市场底部，等待那些因恐慌而急于脱手的海外投资者以极低价格抛出手中份额，而美国央行则会从容不迫地在低位将这些廉价筹码重新买回。通过这一买一卖，美国实现了2个战略目标。他以极低的成本将自己之前欠下的债务回收回来，相当于以折扣价偿还了巨额债务。更重要的是，经过这一轮市场波动，美国国债定价全牢固地、不可动摇地回到了美国自己手中。过去因海外持有者众多，他们的抛售行为尚能对国债价格产生一定影响，但现在大部分筹码都回到了美国央行及国内机构手中，以后国债价格涨跌、利率高低都将由美国自己决定。这就像一场牌局，美国先发行大量扑克牌、国债出售给你，然后又突然宣布发行一大批新牌，导致你手中牌价值大跌。等你恐慌抛售时，他再以极低成本将你手中牌全部收回。自此以后，整场牌局规则都将由他一人制定了。这种手段是否高明？是否隐蔽？如果说第一阶段目标是重塑资产定价权，那么第二阶段就是将这种影响力扩展到全球，促使其他国家也加入某种经济调整中。这一阶段核心目标是引导全球各国主动扩大货币供应，促使本国货币相对贬值。你可能会疑惑，美国不是担心通货膨胀吗？为何又希望其他国家也出现通胀？这背后隐藏的算盘，简直是经济学中以林维赫策略的教科书级应用。我们继续以之前的例子为例，某个国家被迫在低位抛售美国国债，理论上以美元计价，它遭受相当大损失，对吧？这在其财务报表上将是巨大亏损。但这里面有一个巧妙机制，叫做汇率波动补偿。在美国回收资金过程中，全球美元相对稀缺，美元会因此升值，相应的，其他国家的货币，比如日元，就会相对贬值。奇妙的事情发生了，假设美国在美元资产上亏损了 10% 的本金，但同时其本币对美元汇率也恰好贬值了 10%。那么当美国将其手中剩余的美元兑换成本币时，他会惊讶地发现，咦，账面上好像并没有亏损，甚至可能因为汇率变动，账面数据看起来还略有盈余。你是否看懂了这个金融戏法？这本质上是一种会计处理技巧，它利用汇率变动去对冲了资产价格损失。这样一来，美国央行就可以对外宣称，我们并没有亏损，我们成功管理了外汇储备。但这背后付出的代价是什么？代价是本币实实在在的贬值了。代价是美国普通民众手中货币的购买力下降了。而这恰恰是美国最乐意看到的结果。他正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鼓励和诱导全球各国央行都走上主动扩大货币供应，让本币贬值的道路。为什么？因为只要大家都开始扩大货币供应，全球性通货膨胀就变得不可避免了。所有商品，从能源到农产品，从金属到咖啡，价格都会随之飞涨。然后最关键的一步便来了，当全球都陷入通货膨胀的汪洋大海中时，美国自己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毫无压力的也开始同步扩大货币供应。他会对外声称，你看，并非只有我在扩大货币供应，全世界都在这样做，通货膨胀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并非由我造成。他就这样轻松地将责任转移给了全球。随后他将大量新发行的货币投入市场，去购买那些价格已经飞涨的全球商品。这相当于什么？这相当于他用一张张几乎没有成本的纸币，
去换取其他国家辛辛苦苦生产出来的实实在在的商品和服务。而他之前欠下的那数万亿美元的巨额债务呢？在这一轮全球大通胀的背景下，这些债务也被稀释得不成样子了。这就好比你几十年前欠别人一笔钱，在当时是巨款，而如果今天才偿还同样的数额，你会觉得这几乎不构成负担。这便是其最终目的，通过引发全球性通货膨胀来稀释自身庞大的债务，并利用全球财富来为其自身开支买单。这是一场经过精心策划的债务转化，是一场利用全球购买力完成的巨额财富转移。当这场策略演进到这一步时，整个棋局的基本面已经清晰可见了。一个全新的对美国资本力量极其有利的全球经济格局由此形成。这个格局的核心是什么？就是一种生产者劳动、资本家获利的最终财富集中模式。我来为你描绘一下这个最终景象。由于全球各国被迫采取扩大货币供应的措施，导致所有国家的货币对商品都出现了贬值。但别忘了，全球绝大多数大宗商品，比如石油、天然气、粮食、金属等，这些维持一个国家运转的命脉物资，依然是以美国货币来定价和结算的。现在，美国也开始扩大货币供应了，其货币相对于商品的购买力也在下降。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所有持有美国货币的国家，或者说所有需要通过出口商品来换取美国货币的国家，都变相地遭受了财富洗劫。举一个最简单例子，一个发展中国家，比如某个生产型经济体，那里的工人辛勤劳作，生产了大量商品，出口到美国，换回了相应外汇。在以前，这笔外汇可能够购买回足够量战略物资，比如石油。但在全球通胀发生后，石油价格上涨，现在这笔外汇可能只能购买到过去1半数量的石油了。你看，这个国家的工人付出的劳动没有变，生产的商品也没有变，但是他们用同样的劳动换回来的真实财富石油却凭空减少了1半。那么减少的那1半去哪里了呢？它被美国通过扩大货币供应的方式悄无声息地转移走了。为了购买回和以前同样多的石油，这个发展中国家只有一个选择，让工人付出更多的劳动，生产更多的商品，去换取那已经贬值了的美国货币。这就是这场金融财富在分配中最为严酷的结局，它在无形中迫使全世界，特别是那些发展中的经济体，成为为其经济体系运转而劳作的一部分。这些国家必须不断消耗自身资源，甚至在一定程度上牺牲民众福祉，去生产廉价商品来换取那日益贬值的货币，因为如果不这样做，他们就无法获得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战略物资。而美国的资本精英们呢？他们似乎无需付出太多实际劳动，只需坐在金融中心办公室里，通过金融操作和政策制定，便可以轻松享受全球人民的劳动成果。他们利用这些聚集财富，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产并购，抄底那些陷入困境国家的矿产、港口以及高科技企业。财富就是以这样一种表面上看似公平交易，实则极度不平等的方式，从世界的生产端流向了资本的顶端。这场能够被看清却又难以摆脱的策略，至此形成了完美的闭环。普通人的应对策略。讲到这里，你可能感到沉重和无力，觉得我们普通人似乎只是任人摆布的棋子。但是，清晰地认识到这个局面，就是我们保护自身财富的第一步。摒弃不切实际的幻想，是我们守护自身利益的前提。在这种规则由少数人制定和操控的市场中，如果你还坚持使用传统的价值投资或长期持有理念，那么你很可能是损失最惨重的那一个。如果你长期持有美国的股票，一个政策变化，利润凭空产生，股价拉高可能是为了让内部人套现离场，
而你很可能成了接盘者。如果你长期持有美国国债，其债务上限的提升可能直接导致你的资产贬值，迫使你忍痛割肉。因此，在这种复杂环境下的投资策略，其核心可以概括为2个字：灵活。或者说，你可能需要用一种更具策略性的思维来武装自己。这种思维的核心就是，永远不要盲目相信某个庄家，永远将风险控制放在首位。我们的目标或许不是赚取巨额财富，而是在这场资本洪流中，确保我们自己的小船不至于倾覆。具体来说，有几个方向值得我们思考：谨慎对待并重新评估以美国货币计价的纸面资产，无论是股票还是债券，它们可能只适合进行短期操作，赚取波段性收益后迅速离场。不要对其抱有信仰，因为规则随时可能发生变化。分散风险，将资产配置到不同的篮子里。在美国货币信用可能面临持续挑战的大背景下，什么才是真正的硬通货？黄金是首选，它承载着数千年的历史，是人类应对不确定性的最后避风港，不依附于任何一个国家的信用，只代表其本身的价值。其次，一些具有独立市场表现、受美国货币影响相对较小的市场，例如某些时期的特定亚洲市场，或者在特定波动阶段的日元，甚至包括风险较高的加密货币，都可以作为分散风险的策略性配置。我想提一个可能被许多人忽视的方向：白银。为什么是白银？因为它不仅具备贵金属的避险属性，还拥有重要的工业应用价值。在未来新能源和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中，白银是不可或缺的原材料，其需求是实实在在的。而在金融属性上，白银的市场规模远小于黄金，一旦受到资金关注，其价格的弹性会非常大。当黄金价格已经处于相对高位时，白银或许是下一个具有较高性价比的价值机遇。当然，我强调这些，并非是建议你立即投入市场进行交易。我的目的仅仅是提供一种思考框架。这个框架的核心，正如我们前面所讨论的，在这样一个充满变数的环境中，你需要寻找的不是表面上胜率最高的牌，而是那些具有最大潜在收益和相对可控风险的牌。你需要持续思考，如果我失误了，我的损失会是多少？如果我成功了，我能获得多少回报？用这种不对称的风险收益思维来规划你的资产配置。我们一口气聊了这么多，从内项法案的深层逻辑到减税、削减福利、增加军费、提升债务上限这4项相互关联的策略，再到全球财富被重新分配的本质，以及我们普通人可以思考的应对方式。此刻我仿佛置身于这个经济格局中，看着眼前由资本堆砌出的表面繁荣，心中感慨万千。人类社会发展至今，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然而财富分配方式似乎又回到了某种原始逻辑。只不过现在的武器不再是刀枪棍棒，而是那些我们日常难以完全理解的金融工具和法律条文。这场由美国发起的全球性财富再分配或许没有硝烟弥漫，但其带来的影响和潜在冲击、深度和广度丝毫不亚于一场全球性挑战。它正在重新定义我们对公平、正义以及现代文明的理解。但是，未来会一直如此吗？这个看似依靠货币发行和强大军事实力维系的体系，能够永远持续下去吗？当全球生产者们逐渐清醒，当大家开始重新选择、寻找新的经济协作和结算模式时，这座看似坚固的体系又将面临怎样的未来？我想，这才是留给我们所有人需要持续观察和深入思考的更宏大的问题。关注我，我是才知道，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